今天来玩维多利亚3的韩国，目标是完成威权主义者成就，开启戒严。戒严也就是在国家存亡危机之时，透过军警合一的监管来落实异议非法，防止反政府言论及境外势力渗透，以维系党国独裁政权。在游戏中要推动一党专制和异议非法法案，需要先研发出社会科技中的政治煽动；要推动军事化警察部队，则需要研发出大众监控。这些社会科技都要到非常后期才会解锁。先回来看朝鲜现在的状况，可以看到朝鲜有着1600万的人口，位列世界第9，庞大的人口基数也为我们带来了世界第16的 GDP。不过另一方面，人均 GDP 却位列全球第220，平均生活水平更是在全球的末端。生活水平低下，是因为现在朝鲜90%的人口都是生产力及购买力低下的自耕农，并且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机构，没有任何工作安全标准，也没有童工限制，妇女甚至还是男性的法定资产，没有办法出门工作从事生产赚取收入。经济上，目前正在实施落后的传统主义、孤立主义、土地税、农奴制，教育机构和卫生系统也是完全没有。这么落后的朝鲜必须要出重拳。我们先微调税收，然后剩下的权威力都拿去发布社会流动法案，提升识字率。然后先造一艘船，没事可以去阿拉伯半岛和非洲打野，然后再建设几个建造部门，把多出的盈余花掉，接着让时间开始流动。跳过平淡的打野时间快进到10年后，48年的7月，我们在北方毛子的支持下决定向大清发起独立战争，并顺手索要北京。北京拥有游戏中效果最好的世界奇观紫禁城，紫禁城可以让国家元首所属的执政集团执政时获得极高的合法性加成。这么好的东西居然搬不走，那我只好住进去了。英格兰海盗听了直称内行。很快，我们在1年又4个月后取得了独立，并迫使大清割地赔款。时间快近30年，可以看到大清正处于内战，大概是合法性过低导致的动荡。3年后，在大清刚结束内战不久，我们主打一个趁你病要你命，向大清发起征服博弈，要求大清割让圣经和放弃对北京的宣称。开战后可以看到，大清忙着抽大烟，在满洲地区根本没有海防，透过登陆作战可以马上拿下圣经，接下来只要静待大清投降即可。很快，在同年12月便取得了胜利。战胜大清后，查看一下现在的状况。现在朝鲜的 GDP 已经达到世界第6，但人均 GDP 还是低得可怜。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改出比例税或累进税和最低薪资，而且自耕农的比例还是过高，还没完成工业化。生活水平则呼应了较低的人均收入，还没有太大的提升。回到法案，经济法案我们已经改出了农本主义、重商主义、佃农、公立学校法案也快通过了。不过目前社会福利法案依然是0，因为最支持社会福利法案的工会集团势力目前只占国内的2%。接下来我打算大兴建设，让自耕农主动涌入高薪就业岗位，以改善整体经济及国民生活水平。又过了4年，鼓动者中出了一个支持民主主义的地主，稍微扶持自由主义，待会就能把他提拔成地主领袖。接下来靠他推动投票制。6个月后，这名自由主义鼓动者已经深入了地主阶层，我们马上将他提拔为地主领袖，开始尝试推动普选制。说也奇怪，我们好像离戒严的目标越走越远了。1887年12月，顶着一触即发的反民主化暴动压力，通过了普选制，并开始了朝鲜的第1次大选。第1次大选结束了，农业党和激进自由派集团大获全胜，保守派仅剩不到10%的势力。现在的朝鲜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实现了脱亚入欧。接下来要改任何先进的法案都会变得非常容易。待人权研发出来之后，可以一步到位推动劳动者保障法案。在这之前，我们就先尝试推个全民健保。1893年6月，大英要求我们割让在南非的领土，我们当然是拒绝。赶紧叫上有共同防御条约的奥地利和俄罗斯兄弟，然后索要大英在印尼的殖民地。印尼地区就在我们家门口，很容易就能拿下。战争开始后，可以看到大英在印尼地区几乎没有放兵，把胜利点抢下来后，就可以到欧洲支援奥地利和俄国了。2年后，俄罗斯和奥地利相继退出战争，好在大英的战争支持度终于降到了负数。
把大英赶出印尼后，直接整合土地发放公民权。另外，可以看到，来自大英的赔款每周高达7.8万英镑。1年后，我们通过了劳动者保障法案，并且平均生活水平已经高于世界前49名。接下来只要静待时间流动，我们就能成为受认可国家。又过了4年，不久前尼德兰东印度公司爆发了内战，并且起义方愿义工投入韩，以换取我们的支持。很快，印尼也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获得解放。接着，我们在1900年做个盘点。人口上，朝鲜现在位列世界第4，人口仅次于大清、俄罗斯，不列颠东印度。经济上，现在朝鲜已经成为全球 GDP 最高的国家。朝鲜的识字率也从开局的16%翻了4倍，现在几乎所有国民都有资质进工厂打螺丝。另外，不知道为什么隔壁日本的识字率这么高，日本政府也没盖几所大学，我们则是在所有地区盖好盖满，他们的教育机构也才1级，而我们都快升到满级了。难道是日本人天生就比较爱看书吗？生活水平上，朝鲜现在的生活水平位列世界第32，属于前段班。照这个进度，只要再保持3到4年，我们就能成为主要国家，成为开化使命大家庭的一员。法案上，我们已经改出了劳动者保障和义务教育，并且机构都即将升至满级。现在只需要改出妇女选举权和养老金，人权类的法案就算毕业了，接着就可以专心想要怎么改出戒严。不过，我现在打算先尝试推文化多元法案，法定禁止一切文化歧视。在游戏中，只要成功通过文化多元法案，就能消除国内所有的文化歧视问题，并且能够接收来自全世界的劳动力和来自全世界的鼓动者，这就是文化多元的含金量。另外，由于我们在几年前改出了无神论国家，可以看到无神论信仰正在朝鲜境内高速扩张，我们的非洲地区领土更是无神论急先锋。最后，我刚刚才发现朝鲜早就达成条件，可以将国号改成大韩帝国。4年后，我们成为了受西方认可的主要国家，并跃升世界第4列强。在成为主要国家后，可以成立阵营，野心不大，就叫小东亚，目标是成员国的共同繁荣。集团类型选择意识形态同盟，这可以加强我们推动法案的能力。1904，充满喜讯的一年，跻身列强，成立阵营，现在又完成了文化多元，接下来可以去推动妇女投票权，完成后妇女就不再是男性的资产，国家也能获得翻倍的劳动力，可喜可贺。1906年，我们正在马达加斯加进行民主外送的同时，隔壁的日本爆发了内战，和我们关系亲密的政府方甚至愿意效仿印尼，公投入韩以换取军事支援。身为最伟大的韩，我们当然是义不容辞。隔年2月，终于平定了日本的内战。看了看现在势力范围，我们已经算是当之无愧的小东亚共荣圈了。1909年1月，我们完成了政治煽动的研究，解锁了一党制国家和异议非法法案的立法条件。可以看到，由于我们先前通过了文化多元法案，现在可以接收来自任何文化的鼓动者。不过暂时没有我想找的威权主义或先锋队主义的工会领袖。我们先改个比例税制，静待有缘人。推动比例税制的期间，不请自来的来了一位先锋队主义工会领袖，在让他成为集团领袖后，就能推动一党国制了。可以看到，自由主义和激进自由主义仅仅是表达抗议而已，这并不会导致内战。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推动。1911年9月，我们完成了党国制，距离戒严的目标剩下2个法案。不过，我想先改掉落后的君主制，看了看治理原则，真不知道要选哪个好。2年后，我们改出了委员会共和制，国旗也变了个样。现在距离游戏结束只剩20年，我决定优先研发大众监控，赶紧解锁军事化警察部队法案。看了一下，现在还是没出现威权主义的工会集团鼓动者，只好退而求其次，邀请威权主义的农民集团鼓动者来帮我们推动异议非法。待他渗透进农业集团后，就将他提拔为集团领袖。
16年4月，在合作社公有制完成后，我们让威权主义农民集团鼓动者上台，然后开始推动异议非法。以后谁敢说不爱国，就给他扣上境外敌对势力的帽子。耗时了3年，总算是完成了异议非法。现在距离完成成就开启戒严只剩下最后一步。在游戏中，只有法西斯主义和整合主义支持军事化警察部队，但翻遍了全世界的鼓动者，也找不到半个法西斯主义者。不愧是 P 社游戏。而整合主义者也只有一位，但经过测试，整合主义者只有在天主教国家才能被提拔为集团领袖。朝鲜不论如何也没办法让整合主义者上台。看来只能静待有缘的法西斯主义者的出现，或尝试爆出一堆充数用的军人，尝试提升军人在国内的占比及势力。待军人集团势力达到5%后，拉他们上野推法案。完成了大规模征兵法案，这么一来，军队规模上限又提高了。花了5年刨兵，军人集团势力总算达标，可以推动军事化警察部队了。我们在1928年6月，终于完成了尹总统的戒严目标，并解锁了威权主义者成就。战胜不列颠后，再做最后的盘点。不列颠总算是投降了。法案上，我们已经改出了所有的社会福利及人权法案，并且机构都升至满级。至于这个军事化警察的效果是降低动乱带来的惩罚，还有减少文化歧视带来的激进派问题。但我们大韩基本上是人间天国，有着世界第一的人均生活水平，还有着文化多元法案，不存在民生问题和文化歧视问题。将近半数的国民都是中党爱国的效忠派，这导致军事化警察和异议非法完全是多余的。接着盘点各项数据。现在不论国际声望、总 GDP、生活水平，最伟大的韩都是世界第一，人口数则仅次于大清。最伟大的韩还有着极高的移民吸引力。接着来看国家集团，从势力范围来看，我们是当之无愧的东亚共荣圈，并且成员普遍都有着非常高的生活水平及人均收入。接着来看世界局势，欧洲方面可以看到北德意志和意大利都没有统一，反倒是奥地利几乎统一了整个南德意志地区，托斯卡纳则是并吞了萨丁岛和皮埃蒙特，甚至傀儡了奥斯曼，这也是有点抽象。非洲方面和历史相同，几乎被不列颠和法兰西瓜分，比较特别是这次多了大韩，并且可以看到索马里兰地区有着异常的移民吸引力，人口组成有一半来自朝鲜和日本。美洲方面，北美和历史没有太大的差异，不过美利坚好像给北美原住民留了一块保留地。比较难崩的是，我点开来一看，才发现这块印第安领地属于巴西。中美洲的部分，中美洲联邦没有裂开，新格拉纳达没有被北美赶走巴拿马运河，也没有变成哥伦比亚。然后阿根廷没有研发殖民科技，巴塔哥尼亚地区被智利全拿了。秘鲁和玻利维亚则相亲相爱了半个世纪。最后回到东亚，大清还是那个大清，怪异的是没有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孙文这局也不知道去哪了。然后英国赶走了西藏，普鲁士赶走了江苏，法兰西则赶走了苏州和日本的九州。可以看到的是，普鲁士或多或少有在建设江苏，也来了一些移民。法兰西则毫无建设，被法兰西赶走的2块土地生活水平都极低。面对这样的西方列强，必须要出重拳。给我20年，还你一个繁荣的苏州。最后来一段90年的缩时。